你好，这位顾客，我是这儿的负责人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？哦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的新产品，它有什么与众不同吗？啊，我们最新的产品就是满足。这个设计是希望用过它的人都很满足。先生，俗话说得好，知足者常乐嘛，一点小小的满足就能让人充满了幸福感，而且给正能量加分。啊，说得好。现在这社会确实需要正能量。啊，给我来一瓶吧。是您自己用吗？怎么，我不能用吗？啊，这款香水比较适合女性，很柔和。如果您用的话，我到别的专柜给您推荐一款吧。其他专柜好像不是你们的产品吧？啊。你这不是推走了一笔买卖吗？如果您不合适的话，我想您也不会再来第二次了。那么我也会失去您这位顾客。啊，那你至少做成了一单生意啊。我的宗旨是，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香水，找到自己合适的。说得不错，好，那就请你为我选一款适合我的吧。没问题，这边请。您闻一下。这款不错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喜欢这款？我看您的穿着，剪裁简单却很别致。我相信您一定是一个很注重品质又很低调的人。这款香水呢，有薰衣草的味道，可以安神，又有薄荷的味道，可以提神。你看到我的穿着就能知道这么多东西？虽然您身上没有香水味，但是您衣服上确实有薄荷，还有薰衣草的味道，应该是您夫人所用过的香水留下的，所以我就选了这款香水。好，我就要这款了。还有，你们的满足我也要一个。真的？太好了，谢谢。我给您包上。来，给我包一瓶满足。副董，你要走了吗？告诉天狼，他的职场是正泰酒店。明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哎，好，给，这是您的香水。再见。再见。给我拿2个赠品。等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的赠品。挺香的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您慢走。苏南。啊，回来了。哟，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去商场了？给你的。哟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。香水啊？你不是一直都喜欢香水吗？这是我第一次送给你。这味道也非常好。喜欢就好。还有呢，你看。是什么？便利签。这不会是你买的吧？赠品，卖香水的小姑娘追出来送给我的。哦，是小姑娘追出来的呀。不瞒你说，这小姑娘还挺有意思的。她说生活是有味道的，酸甜苦辣，但我们总想生活是美好的，要充满香气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小事情开始，改变生活。那看来这小姑娘不是特别懂香味，就是比较成熟。不老，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从小事情开始改变生活。又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丁海呢？死了。2个人吵架了？是不是为了认嫂的事？这丁海宝认嫂，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就多理解他一下嘛。爸。哎，丁海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南阿姨，
爸，我要跟他离婚，你把给他的股份全要回来。你又瞎胡闹！你以为婚姻是儿戏啊？他劈腿你也让我忍啊？定海，劈什么腿呀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。接着编啊！你给别的女人手势我都知道了。手势？什么手势？百合胸针。怎么着？接着编啊！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怎么回事？哎，雪晴，你能不能别见风就是雨呀？给家里搞得鸡犬不宁的。喜欢吗？这是我的道歉礼物。那天我态度不好，不该对你大吼，对不起。雪晴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你怎么不早给我呢？行了，你能不能不找茬啊？定海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这孩子是我把他惯坏了。爸，是我不好，不应该怪雪晴的。无聊。我去看看他。好好好，快上去吧。懒猪，还不起床换衣服啊？要不我帮你？我还没原谅你呢。我昨天看见你跟花清灵在一起了。我是跟他聊了几句。聊什么呢？爸要我帮你分担卖场的事情，所以我跟他打听香水的销售情况。那一定要在楼梯间吗？你们就那么见不得人？你要怀疑我到什么时候？那是因为你们两个都不检点。整个段家只有你和天朗知道我和青灵的关系，守住这个秘密是我们的共识。卖场的人那么多，人来人往，指不定有人认识我和青灵呢。我这是为了避嫌。段雪晴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优先考虑你的感受。到头来最不相信我的人也是你，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？这个本来就不属于我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，随便你想怎么做。要离婚随便你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啊。再说了，我这还不是因为在乎你吗？老公，别生气了，不生气啦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活该倒霉，谁让我被你迷得七荤八素的？别再怀疑我了。不准再见花清灵了。各位董事，这上面是飞厅推出的香水满足1个月的销售额，这可以充分的说明调香师的能力。而原本这款香水可以由我们正泰集团推出的。为什么我们会错过这么好的产品？总经理，满足的销量如何，跟我们正泰日化有什么关系？各位董事，请看你们手里的计划书，这是我经过了数个月调查做出的长期计划。
里面对我们正泰日化正式进入香氛行业做了详细的阐述。我们会和满族的调香师合作，配合我们自己的香味，推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香氛系列。而且那位香氛师，他所拥有的花圃，可以向我们正泰日化源源不断地提供最新鲜、最高质的纯天然香氛。那就投票表决吧。同意天狼此计划的，请举手。我和雪晴还有徐董的股份加起来要超过在座的各位。对不起，总经理，驳回。我想请问副总，徐董，还有副总经理，为什么要放弃这个计划？我不反对进军香氛行业，只是我认为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满族的调香师我认识，满族的花圃我也知道，区3个员工的花圃怎么能满足我们对原料的供应呢？所以，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合作，就要选择更专业的调香师和更好的花圃来合作，这样在宣传上也好跟飞婷区分开来。我同意雪晴的计划。如果按照雪晴的计划来修改，那么我就投赞成票。其他董事怎么想？要不要再投票表决一次？同意更换合作对象进行此计划的，请举手。算是全票通过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副董，我想跟您谈一下。该说的刚才我都说过了。我知道，你们是在故意针对青林。你的计划很明显是为了青林故意开绿灯，你居然拿集团的利益来实现你的一己私欲，光这一点，你的计划就不能通过。我承认我有私心，可我绝对是站在集团的立场上在考虑问题。梦林百合是青林栽种的，也只有他能栽种，别人根本种不出来。梦林百合已经被我们酒店买断了，他们还有能力再提供梦林百合来当香水的原料吗？只要计划通过，可以立刻扩种。不需要。正泰的香氛系列不可能只有梦灵一种香气，没有了梦灵，我们照样可以推出其他的香来。爸，你是个生意人，你居然放弃了唯一性这个最大的卖点。唯一是相对的，没有梦灵，我们的宣传照样可以打造出所谓唯一的卖点。好，你们都反对，我没有办法。计划是你们放弃的，我会找别的公司来实行这个计划。希望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。爸，你看呐，他已经为了那个女人疯掉了。妈妈会回来接你的。爸爸别走，妈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不要看我。苏南，做噩梦了吧？没有。这会儿几点了？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公司里闷得慌，回家静一静。出什么事了吗？还不是天朗的事。你是说，他还在跟那个女孩来往？何止来往啊，工作都搭进去了，还大言不惭的跟我宣战。真不知道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天朗怎么变成这样？
这个女孩挺阳光，挺单纯的。你认识她？啊，我见过一次。单纯是表面，背后不单纯。天朗只是看不透罢了。如果天朗那边做不通工作，只能让这个女孩知难而退了。苏南，我想让你跟她谈谈。我？你们都是女人，好交流。那倒也是。要不，明天我找她谈谈。你一定要让她看见差距，知难而退。你告诉她，我1分钱也不会给她，让她死了这份敲诈的心。我有数。哎，你刚才梦见什么了？忘了。怎么会做这种梦？奶奶，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又想背着我跟青灵见面啊？奶奶，你明明不讨厌我的，为什么要反对我和青灵在一起呢？我不喜欢你们段家。是因为苏南阿姨吗？你别跟我说这些。奶奶，您跟苏南阿姨有什么过节吗？能跟我说说吗？她总难为我们青灵，我当然不喜欢她。好了，我不想再说了。可是奶奶，你让我得脑中风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好，我走，我走。别来了啊！快走！奶奶，我先走了。走吧。奶奶，他人呢？看什么看呢？让我赶走了。奶奶，快进来，进来。喂，我是天朗的阿姨，明天见面。奶奶和南阿姨，他们能有什么过节？2个人都不肯说，一定是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。南阿姨该不会就是……不对不对，精灵说过，奶奶的老家不在海州。到底为什么连奶奶都反对我们呢？张医生，我过来了。我不是让你和家属一块儿来的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薛奶奶，逞强是没有用的。现在您的病还在持续恶化当中。可是我最近很少犯糊涂了。那不是您病情好转的表现，相反，我更担心会有突发状况。您还是让您的家人过来吧，我必须告诉他们如何应对您犯病时的情况，这样对您和家人才是最好的。您先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吧。好，长月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你好，请坐吧。请问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？我今天找你来，是希望你离开天朗，永远不要再见他。您可能是误会了，
我跟天朗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作为雪晴和天朗的后母，这是我的责任，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嫁到段家的宿命吧。你也对，我也离过婚。我想你知道，到现在雪晴和天朗也没有接受我，我也只能无条件的以段家人为主。这些年，我事事要为人家考虑，处处要为人家着想。就这样，有的人还会认为我嫁到段家，那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。时间一长，连我自己都默认了。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，不管你是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段家，你也必须这么做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你。我不需要你安慰我。我们还是来说说天朗吧。如果你继续跟他在一起，那他将会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。他的亲情，他的理想，他的抱负。你知道吗？他商业上的才能是他爸爸最引以为傲的。你就不能为他考虑考虑吗？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呢。可是你喜欢他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。刚才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是以一个过来人身份来劝你。如果你真的不听，那我真的是……谢谢您跟我说这些话，不过真的不太像您。您可以直接对付我，怎么会告诉我您自己的故事呢？因为有人告诉我，你是欣欣的朋友。欣欣，奶奶的孙女。可是我……是天朗吗？你接吧。喂。我现在有事，不方便，以后再说吧。青灵，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，做出一个满意的答复给我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。有件事情，我想冒昧的问您。你要问什么？您身上的香水是在哪儿买的？什么牌子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知道这个香水，只是它好像在市面上买不到。你在哪儿闻过吗？我在我一个朋友那儿闻到过。大概是在欣欣那里闻到的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他在段家生活压力一定很大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也不说一声就出门了？是不是又去见天朗了？奶奶，你怎么突然就不喜欢天朗了？我不是不喜欢天朗，奶奶不希望你嫁到那个豪门，我希望我的青灵啊，过着平凡的日子。奶奶，您不是说了吗？我也许本来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，我可是天才调香师。哼，越是不平凡的，背后的泪水就越多。奶奶，这世界上是不是不止一瓶永恒香水啊？
你说什么？我今天闻到了一股永恒的味道。在哪儿？在哪儿闻到的？如果告诉奶奶我见过了天朗的后妈，她一定会担心。不行，不能说。我就是在大街上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的。你该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去。难道是苏南？长月，这是你给我的暗示吗？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来，谢谢。谈得怎么样？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他说要考虑一下，我们再给他几天时间。如果他们还要坚持见面的话，我就撤了天朗的职务，让他无股权不知信，吃点苦头就知道裂开关系了。哎呀，你为了一个外人，至于这样对天朗吗？我正是为了天朗才不得不这样做。我觉得青灵这个女孩子挺聪明的，我想她会做正确的选择吧。你去找青灵了？不可以吗？你们凭什么？是我喜欢的，是我在追求她。爸这么对待她已经很客气了。这是我根据青灵的意见修改的计划书，从此以后，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你什么态度？我就这个态度。你要看不顺眼，我马上搬出去。天朗，天朗，让他去。你真是的，天朗。天朗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有话好好说嘛。你看我爸那个样子，我还能跟他好好说话吗？他有高血压的。那我更不应该跟他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，省得他以后看见我生气飙血压。哎呀，你就不能理解他一下吗？孙阿姨，您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我知道找青灵一定是爸的意思，你也是听命行事，但并不代表我不怪你。哎，天朗，你听南阿姨说两句。你和青灵的事情，全家都持反对意见。就算是你们俩结婚，青灵到了我们家，她将来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。我想你不会愿意让她过这种生活吧？你说的对，正好，我搬出去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天朗，天朗。再给我点。刚吃晚饭的时候没看到天朗，他还没回来。痴情的少年为了爱情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天朗离家出走了？闹这么大？青灵不会已经决定要跟段天朗在一起了吧？算了，就让他在外面待几天，等他混不下去了，我再把他找回来。为什么要找他回来？废话，他是我弟弟。你确定他还要把你当姐姐吗？都怪华清灵，好好的一个弟弟，都快变成仇人了。傻瓜，这正是你的机会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天朗如果一直跟爸闹僵，那爸唯一能够倚仗信任的人就只剩你了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老公，你太聪明了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首先，你不能够主动去找天朗回来。他离开的时间越长，对你就越有利。其次嘛，你就该积极的表现自我了。
爸。你怎么挺着个肚子就过来了？丁海呢？哦，在那个商场看着呢。我来找你有点事儿。哎呀，你一说有事儿，我就紧张。爸，您别逗我了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跟您商量，是关于天朗的。这小子。爸，您知道昨天晚上天朗住哪儿了吗？我问过，他住酒店了，今天也来上班了。爸，你也知道，天朗最近把集团的利益放在个人感情之下，近期也没有为集团拓展新的项目，不少董事都有反对的声音了。等下次董事会上，天朗如果再得不到大家的谅解，那就把他给撤下来。哦，爸，您看一下这个，这是我无意间看到丁海做的一个项目书，我觉得特别可行。我觉得可以先做这个项目。综合性度假村。去年我们买下的香草坡那块地呢，就可以用来建造海州最大的综合性度假村。哦，对了，爸，你看这里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绿色的地方，包括庆龄所在的花圃。这个计划肯定会引起天朗的反对的。哎，爸，我请陈律师去管理部门仔细查过了，他们的花圃租赁期早就过了，并没有续租，算是自动放弃这块地了。再说庆龄早就把花圃的租赁合同抵押给了我们正泰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拍下这块地呀。那你说说，天朗那儿怎么办吗？哦，我们只要先把天朗支开就行了，没有天朗捣乱，这个项目肯定能顺利执行。到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分开了，那肯定用不了多久，天朗就把这个女人给忘了。好，这个计划就交给你和丁海来执行，一定要走法律程序。谢谢爸。天朗，你不务正业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还是先安排你去国外治病吧。哼，庆龄，谁让你不续租呢？这可不能怪我了。段天朗的继母怎么会有永恒香水呢？而且他还知道欣欣。奶奶也因为我的事找过他，难不成这俩人以前就认识？喂，我在忙呢，有事吗？我在你家门口，出来。你要是不敢出来的话，那我就只能给奶奶打电话了。哎，喂，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嫁给我。什么表情？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嫁给我。一直没头没脑的，求什么婚啊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已经出来了。你能不能一次性的跟我说清楚啊？不会是跟嘉玲吵架了吧？然后你就离家出走了？真是的，你要离家出走也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。那你呢？和苏南阿姨见面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又不是第一次了，都习惯了。倒是你是第一次离家出走吧？青林，对不起了，都是因为我才让你受委屈的。我现在开始理解，奶奶为什么会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哎，我可没答应跟你在一起啊。少嘴硬！你要是不想的话，为什么没有答应南阿姨离开我呢？青林，你的心思我知道，以后让我们两个人一起面对，好不好？
如果你们在一起，天朗会失去很多。青灵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，这样两个人都比较轻松。是轻松，但我不会开心。而且我知道，你说的这些话，不是真心话。你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在你心里。别肉麻，走吧，回家去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谢谢你收留我呀。哎，我可没说要收留你，你赶紧走吧。青灵，我现在是无家可归，无路可去，而且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难道你让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外面睡啊？很惨的。可是，那让奶奶发现了你就死定了。我保证，我会像老鼠一样，小心翼翼的啊，不会让奶奶发现的。你说的，保证。保证。等着。怎么样？慢点吃。太好吃了，比我们酒店的厨师长炒的还好吃。那你请我去吧。再来。奶奶，吃的挺香的啊。奶奶，我这什么意思啊？还想搬过来住啊？奶奶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情况啊？你要是情况特殊啊，我可以勉强留你一晚上，不过下不为例啊。奶奶，奶奶，谢谢你啊！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谢谢奶奶。好啦，真没出息。那个青灵，你把那小客房收拾收拾，就勉强在这儿留他一晚上吧。不勉强。青灵，回你房间去。知道。吃完了，把碗锅刷干净啊。放心吧，奶奶，一定的。哎，青灵，这么说奶奶同意我们了？长月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兄妹呀。唉，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复杂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没看见我闭着眼睛，在等待着我的白雪公主把我吻醒吗？青灵，他还没醒吗？啊，醒了。哦，起来。吃饱了没啊？我去上班了，你在家要乖啊。路上慢点。你笑什么呀？你觉不觉得我们像对新婚的小夫妻？新娘送她心爱的老公去上班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又没说要嫁给你。青灵，你明明知道我是认真的，就不要再玩弄我了好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那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喜欢我？哪怕是一点点。我……
你在人生才完美。我就知道。那你现在向我保证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你都不会放弃跟我在一起的决心？这我可不敢保证。那我向你保证，对你，我会全力以赴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男女朋友了。我已经进办公室了，放心吧，知道了。心情不错嘛。晚些跟你联系。副董，您怎么来了？昨晚在哪儿住的？别把我想得太龌龊。是你对我敌意太深了。这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这事儿我先不管，我们还是聊聊你的病吧。去美国看病？帕斯是美国一家先进的治疗机构。再说你回来后晕倒了好几次，所以你的病也不能再拖了。先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吧。没有好的身体，你怎么跟我吵架？所以你希望我去？最近，董事们都在担心你的身体不能胜任工作，你还是看病吧。叫他们放100个心吧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时间都快来不及了。你还说呢？我们都不能好好告别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着走？哎，没办法，因为我心脏病的事，治疗计划已经做好了。我爸求了我好久，我才答应的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短则半个月，长的话要1个月了。而且治疗期间没法和你联系。你放心吧，我等你健健康康回来。原来你这么爱我。哎，别否认。经理，我要你记住下面这一刻。啊。金玲，金玲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快起来，大家都在看呢。你不是嫌我昨天的求婚没有诚意吗？现在诚意十足了。金玲，我爱你，请你嫁给我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一口就好。你干嘛？不准再喝了，孕妇。真扫兴！这么高兴的事儿，不得好好喝酒庆祝一下？这只是个开始，不可以得意忘形。只要度假村的案子我们做好，就能得到爸的认可。不止爸那里，在整个集团内部，你段雪晴都是个大功臣。我美丽能干的老婆，我先预祝你成为正泰集团下一个掌门人。正泰集团，我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幻想一下，可毕竟天朗才是儿子。如果是一个不成才的儿子，爸爸会把集团交给他吗？反正没那么容易。当然没那么容易，后面的路还很长。
不过你放心，我丁海发誓，一定会一辈子辅佐段雪晴。为了我们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必须努力。生在段家，他已经衣食无忧了。如果天狼有孩子呢？你总不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样，得不到爸还有大家的认可吧？绝对不行。雪晴，一旦你成为正太的掌门人，我们的孩子才有可能成为正太的继承人。对，为了孩子，我必须得到正太。合同没有换地方，欠条。花清灵，原来你欠天朗这么多钱。清灵，这次我可以让你跌落谷底了。奶奶，吃鸡蛋。你手上的戒指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，奶奶，我已经答应段天朗的求婚了。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？奶奶，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。真心相爱？你跟丁海是不是真心相爱啊？啊？我跟你讲，庆龄。不听老人言是吃亏在眼前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就接受人家的戒指了你。奶奶，丁海和天朗他俩是不一样的人。是不一样，一个是苦出身，一个是不知道苦怎么写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俩都不适合你。可是奶奶，我已经答应天朗，我不会再犹豫了。奶奶，就算你现在不接受我们，那我们俩一定会努力，直到你接受我们的那一天。青莲姑娘，有人要拆我们的花圃，您快过去看看吧。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呀？他们通知我可以推平花地，我们才过来的。啊？为什么要推平？我们没说要毁了花地呀，我们住在这儿啊。不对啊，我们的手续都是齐全的，不止你们这里，连那里正太都买了土地使用权。正太他们买这儿的地干什么呀？建度假村啊。度假村。奶奶，你们别动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别动啊！你们别动。奶奶，你在找什么呀？奶奶，你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奶奶，你找什么？这什么？对，是这个。我帮你。我来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啊？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合约到期通知单，不续约当放弃处理。5月10号之前，现在都过了1个月了。奶奶怎么办呀？天哪！奶奶，快去，快，去找正太。找正太干嘛呀？不，快去叫天朗，去找天朗。天朗不在国内。啊，那就叫
那就去叫丁海，快去！难道你没事吧？别管我了，你快去！我的天哪，出大事儿了！出大事儿了！我的花圃不保了，花圃！长月，你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找我吧？花圃就要不保，清明的今后，我还没来得及安排。丁海，丁海，你怎么来了？雪清马上要出来了。你知不知道正太要购买花圃的事情？我听说了，是正太综合度假村计划。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？之前不是你们直接谈的吗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呀。可不可以跟你岳父说说，让他们别拆我们的花圃？这个计划投资几个亿，停工1天都会费钱，他们不可能答应的。可是我没有同意这样做。度假村计划的手续合同全部合法齐全，没有非法的部分。听说是你们放弃续约的机会，这才轮到正太的。阿海，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可以。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我想花圃是保不住了。不行，花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我不能没有花圃，还有奶奶。花圃是奶奶一辈子的心血。你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花圃，而是你和奶奶今后的生活。滨海，阿海，这次我没有冤枉你吧？为什么又来骚扰我老公？阿海，能不能告诉我负责人是谁，带我去见他好不好？就是他。段雪晴，我要跟你谈一谈。好啊，你先去忙吧。是时候该我们2个女人谈一谈了。跟我走。说吧，这次又是为什么找我老公？别误会，我是来跟你谈花圃的事。你就是度假村计划的负责人。有什么赐教？你们并没有跟我谈收购的事。土地是当地政府所有，不是你个人的，谈不上收购吧？可是我也没同意解除租赁合同啊。你有租赁合同吗？我当然，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。在你们放弃续约，我们与政府签订协议之前，你的租赁合同已经在律师的见证下作废了。我们正泰已经和政府签订了扶持信义区经济发展的计划。金玲，拜托你不要妨碍社会的发展。我不同意，我不会就这样让你们把我们赶出花圃的。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。正泰堂堂正正，没有欺负任何人。我会找律师，我会找律师，通过法律手段告你们的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拿去。就8万块钱，你想用8万块钱换走我跟奶奶这么多年的心血？当然不止8万块钱，不过这里我扣除了你欠天朗的钱，当然了，还包括利息。对了，这个是欠条，你也拿去。你跟天朗两清了。段天朗才是我的债主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我是他姐姐，我担心你还不上钱，我担心我弟弟吃亏，替他先把钱收了，不行吗？
接电话呀。怎么不通呢？天朗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长月，妈怕是不行了，花圃也没了，我只能把欣欣托付给苏南了。毕竟欣欣是他的亲骨肉，我相信他会帮助欣欣，不会看着欣欣一无所有。奶奶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来找苏南。你带这个来干什么？去，丁海，把苏南给我叫出来。你疯了！你要把胎儿鉴定报告给苏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你害死我对你和青灵有什么好处？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撮合青灵和天朗？你老糊涂了！给我，丁海，给我！奶奶，我告诉你，你干什么？你下次再耍这种招数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的报告。手术还没结束呢，别着急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奶奶今天去了段家。什么？奶奶是在段家门口被发现的。哎，她该不会是去找丁海吧？不可能，她知道我去找丁海了。那奶奶去段家干什么？她明知道段天朗不在家，段家她也不认识其他人呢。哎呀，青灵别着急了。哎，出来了！慢点，奶奶怎么样了？奶奶，他是因为血栓引起的中风，可能是因为平时心事重、压力大，所以造成的。再加上病人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，又没有按时服药，年龄也大了，所以一旦病发就非常严重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人命是救过来了，不过就看什么时候醒过来了。麒麟，走吧。奶奶，你行行好不好？我以后不惹你生气了，您别丢下我。如果没了你，我自己怎么活呀？麒麟，奶奶好点了没有？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你还好吗？不好。都怪我，家里发生那么多事，怎么可能好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美国吗？我刚回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我去花圃找你了。啊，我给你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。秦灵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还有我吗？我现在是无家可归，谁也帮不了我。青灵，我已经找人帮你把花圃的东西搬到小公寓去了。我还没跟你说呢，我帮你租了一套小公寓，以后你和奶奶就住到那儿。我还找人简单的布置了一下，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。这是钥匙和地址。珊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。说什么感谢啊？咱们可是好姐妹。再说了，你如果真的要说感谢的话，那我也要谢谢你啊！你都答应我再也不跟天朗见面了，
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恩惠了。我做的这些都太微不足道了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珊珊，有件事儿，我还是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我已经答应天狼的求婚了。青灵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个骗子！珊珊，奶奶，我相信天狼，拜托你也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珊珊，珊珊，珊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既然你选择了背叛，那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那就永远不要原谅我。你是铁了心，让我恨你一辈子了是吧？我已经答应了天狼，说不会再动摇了。你疯了！你跟天狼根本就不合适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他。我知道，我跟他的差距确实很大，你跟他才是门当户对的选择。可是爱情是盲目的，我自己真的努力要放弃过，可是我失败了。我现在只想跟着我的心走。你太自私了，你知道吗？天狼因为你跟家里人都闹僵了，这里都待不下去了。什么？他不是去美国治病了吗？那是对外的说辞，真相是，跟你在一起，他的病只会加重。为保命，他不会回来了。我不相信。青灵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不相信。那你打电话给他呀。当然是骗你的，我怎么可能把他让给你这个平民？接电话呀。现在你相信了吧？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相信天狼，我一定会等到他回来的。你会后悔的。这是我的事，我要回去陪奶奶了。秦灵，既然珊珊都知道了，你俩以后就别见面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个段天狼怎么回事？该不会真不回来了吧？丽丽，你帮我看一下奶奶，我去珊珊帮我租的出租屋收拾东西。既然大家已经把话说开了，我也不方便再住在那儿。好，去吧。谢谢啊。来，就是这儿。可以马上搬进来吗？哦，付了钱就可以。那就这里了。那我去准备合同。谢谢。青灵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的手机呢？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。你来了。青灵，奶奶醒了吗？没有。别着急，慢慢来，先吃点东西吧。我没有胃口。丽丽，谢谢你，你的工资……好了好了，别跟我提这事儿，再提我生气了。不是，现在你有了孩子，我还害你丢了工作，花圃也没了。可是，谁说我没工作了的？长青的朋友刚开了一家美妆店，已经答应过几天请我过去的，工资还不低呢。青灵，
其他的忙我也帮不上，以后工资的事儿你别再跟我提了啊。丽丽，我都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好了。咱俩的关系什么都不用说。亲子鉴定，亲子鉴定。奶奶，你说什么？苏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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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南不是段天朗的后妈吗？他们认识啊？对呀，上次苏南起诉你，就是奶奶去找苏南解决的这件事儿，他们一定认识啊。我之前也怀疑过这件事，但是问奶奶，奶奶不承认，所以我也没接着问。哎呀，不承认就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别人知道。你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呀？我也想，这苏南会不会就是奶奶的前儿媳？这么劲爆呀！我记得苏南以前跟我说过，她有过一段婚姻，而且我确实在她身上闻到了永恒的味道。我冒昧地问一句，您用的是什么香水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知道这个香水，只是它好像在市面上买不到。奶奶说，永恒是她儿子长月专门为妻子设计的一款香水，世界上独一无二。后来我就问奶奶，会不会有别人也有这个？奶奶就没有回答我了。这就对了，他们俩肯定认识，怪不得奶奶反对你跟天朗在一起呢。哎，可奶奶为什么要把你的胎儿亲子鉴定给苏南啊？亲子鉴定？这个应该只有丁海才在乎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事先打个电话？我手机丢了。有什么事你快说，待会儿雪晴要过来，看见你不好。奶奶出事那天，你见过她吗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问？那天她是在段家门口出的事，我知道她是去找苏南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想要问什么？我是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们祖孙俩有病是不是？天天盯着我好玩吗？你都已经决定要跟段天朗在一起了，为什么还要揪着我不放？这跟段天朗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想知道那份亲子鉴定是不是你？没错，那份鉴定报告是我抢走的，我把它毁了。你知不知道奶奶要把那个鉴定报告交给苏南？我告诉你，他一定是痴呆病犯了，所以我能不阻止他吗？你想想，如果段家人知道我们有过孩子，不但我和雪晴关系不好，你跟段天朗也完了。丁海，奶奶是因为你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只是抢走那份报告，什么都没做。你简直不是人！别忘了，你也是受益者。丁海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搭上我自己，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护士小姐，我之前在这儿做过亲子鉴定，可不可以帮我再打一份文件资料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花清灵，鲜花的花，清水的清，灵是上面一个山，下面一个令。哦，有了。清灵，你有2份鉴定报告，你要哪份？2份？对，一份是胎儿鉴定报告，一份是清源亲子鉴定。亲子鉴定？我和谁的？稍等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清灵和苏南，确定是母女关系。你要哪份报告？苏南。我是苏南的女儿，苏南是奶奶的儿媳妇儿，那我不就是奶奶的亲孙女？我是欣欣。
什么我才发现呢？奶奶，我的亲奶奶，奶奶，快醒醒，告诉我，你真的是我的奶奶！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真相？你跟我讲讲是怎么回事，奶奶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奶奶，青莲，你告诉我，你先想告诉我，青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说呀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真的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？我该怎么办？奶奶，这说明你和奶奶是亲祖孙，苏南是你妈妈，所以奶奶要把这份鉴定报告给苏南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母女相认，让正太对你手下留情。奶奶，你醒醒！